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在纸箱堆里多看了他一眼。1/3秒的对视中，他告诉你自己不甘平凡。好吧，小纸板，既然你有如此决心，就让我来做你的摆渡人。在成大器之前，首先得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小纸板，你准备好了吗？首先，你把小纸板撕碎成千百块，错其筋，扬其骨。这时候，小纸板的纸箱亲戚们再也不认识他了。接下来，他需要再接受高温历练，吐出全身杂质。小纸板没想到自己以前那么脏，整个浴缸都变成棕色了。当他还暗暗沉浸在度过高温洗浴的磨练时，不要犹豫，请一把抓紧他，把它放到一个逼仄的圆形小房间里。房间里还有一个锋芒毕露的小兄弟。小纸板好不容易抱紧自己，挤进了这个奇怪的小房间。一大波冷水从头上浇下来，房间的门终于关上了。好一个昏天敌暗，找不着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门终于打开了，终于可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了。啊，居然还有按摩，这也太良心了吧！就在小纸板享受着猝不及防的快乐时，你也没有闲着，找来了一个容器，铺上塑料袋，把小纸板请到新的歇脚处，加入一大坨平时用来连接石膏板的甜分混合剂，再加上一大坨小学时最爱用的胶水，认真的搅拌搅拌再搅拌。小纸板的身板就在这愉快的搓揉中变得越来越强壮。没想到吧，有一天炒锅也会和小纸板相遇。为了让来自天南地北的他们不永远黏糊在一起，你请来了一块贼光滑的保鲜膜帮忙。戴上手套，抓一把小纸板，往反扣在桌子上的锅底一糊，小纸板就这样开始向着自己新的模样出发了。等一等，还没有结束呢，你又请来了一罐圆柱形的蜡烛，来帮小纸板凹一个拉风的造型。千万别忘了在蜡烛和保鲜膜之间抹一层油，不然你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拿不下来？不行啊，你别拍了，快点！不行啊！最后别忘了在炒锅的边缘给小纸板堆出1条或者2条平行的边，完成画龙点睛的步骤。终于，小纸板初具大气的模样了。看到小纸板的华丽转身，此时家里其他小纸板的远房亲戚们开始摩拳擦掌，躁动不安了。厨房纸和卫生纸显得尤为焦急难耐。好吧，好吧，谁让我人美心善呢？于是你扯了4、5个拳头大的厨房纸和卫生纸，分别帮他们沐浴，然后请了一个胖胖的大个子拉面碗和婀娜多姿身材姣好的小个子汤碗，来帮助他们凹出自己想要的帅气造型。好了，这时候你也累了，是时候把接力棒交给太阳公公，让他来完成对这3个湿漉漉、黏糊糊的小朋友们的洗礼。3个小朋友在太阳公公的守护下大睡3天3夜。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强力壮，英俊潇洒，湿漉漉、黏哒哒的感觉一扫而空。这时候，平心而论，他们已经完全可以在家装的大业中独当一面了。可是，追求完美的他们希望继续升级，于是你心肠一软，找出乳胶漆和画笔，帮他们继续打怪升级。漂亮的衣服当然要衬托出穿着人的气色，于是你调出了带黄色调和粉色调的白色，给小纸板上色。
从底部到边缘，从遮得严严实实到露出一丁点儿皮肤。这下咱们该做完了吧？ No no no， 小纸板说，我想穿有层次感的衣服。好吧，为了创造层次感，你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半透明的上色剂——木头着色剂。细心的你选了一深一浅的2个颜色。首先，你用深色在小纸板身体的凹凸处涂抹，强化它的身体曲线。蓦然回首，优达已经呼呼大睡。接下来，用浅色的着色剂在小纸板全身涂抹，着重于深色部分和其他部分的水乳交融。最后，在小纸板的大肚子上，用浅色的着色剂画了几个圈圈，挠它痒痒。在小纸板的咯咯咯的笑声中，它终于成器了。你按捺住心中的激动，抹了抹头上的汗水和眼角的泪水，继续按照类似的方法给小纸板的小伙伴们穿上有层次和有质感的衣服。终于升级成功了！你们还是几天前我认识的小纸板、小厨房纸、小卫生纸吗？